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小江老师。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收到 MGSD 了，有预购的应该都买到了，没预购的呢应该是抢不到。好，因为这一款呢实在是太香了。就是在网络上我们看过很多人开箱啦，然后也有很多人分享他作品的照片，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实际在你的手上就是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别人的手跟你的手不一样大。那它放在我的手上是这个大小，结果放在你的手上，它说不定更大或者是更小。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没有出现在你的眼前、你的手上，你永远都不知道，哇，它竟然这么精密，然后这个大小竟然可以做到这个规格，这真的很扯。我们先快速的来看一下这台机体，它有什么特色。竟然它叫做 MGSD，连我们咪姐都问我说 ，SD 就 SD， 为什么叫 MGSD？MG 不是1:100吗？错 ，MG 是 Master Grade。Master Grade 是什么？大师等级。那 SD 又是什么呢 ？SD 就是这种缩小版的。那它这个东西啊，很有趣。如果包含它自己本身的一颗头，然后身体1颗、2颗，裙甲1颗、3颗，脚1颗，4头。接近4头身的一个设定，但是呢，非常离谱的它用了这种跟 MG 一样规格的这个外装甲，而且是2.0以上的这种。当时我们那个自由2.0爆改，改完都没有它这个帅。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用射出的技术帮你做好了很多的这个小分件，所以外观的精密度非常的高。可是呢，你看这么小台，可是它的这个厚度。这个盒子的厚度居然可以这么厚，大家拍照都这样，对不对？那你的心里面想说 SD 应该转过来这样小小的，结果这么厚一盒，就代表它跟 MG 一模一样，它真的有骨架。那如果没有看过详细介绍的，你们就可以去看乔老师的这个详细介绍的开箱。那我们这边呢，今天就要教各位怎么把它做得更帅、更好看。首先呢，我们还是看到这个盒绘，这个盒绘非常的帅气，就是它上面有做了很多的这个高光阴影的斑驳啊，这种灰色的斑驳，然后同色系的跳色，还有这种蓝色这种高光阴影做起来最梦幻、最性感。那在这个之前呢，你想要把它喷得这么帅之前，你一定需要做一些前置处理。那我们今天做一些简单的前置处理给大家知道。那很多朋友已经知道剪这个东西要用斜口钳，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是新的受众。如果你买了一个这个框架，你千万不要直接把它压下来。我们先从最简单、最基础的来告诉大家怎么把它取下来。好，那做这种模型呢，最好还是准备一把大概500-600块的斜口钳。当然你可以准备更好的，越贵的越锋利。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剪下来。我们分2段。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单刃斜口钳，所以你完全贴平的时候呢，剪下去，它其实这个注料口呢就已经非常的小了那你如果担心贴太近的时候造成应力集中的这个破口或者是白化，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留一点点用磨的，或者是说我真的不想打磨了。那我们故意留一点点，这是留比较多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就换成这个一般的这种笔刀。如果说你真的不想打磨，也不想上色，我就只想把它装起来，可是我又不想要它有破孔的状态，那我们就大概可以用这种削的方式，尽量的让这个汤口削到最平整。但是如果是小朋友，我其实建议用打磨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相对安全很多。因为你刀子毕竟就是有机会会切到手。那以前我们在玩的时候，没有钱买那么多设备的时候，可能就用这个笔刀慢慢修、慢慢刮。好，那我们一开始介绍过这种第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剪到剩一点点，你也可以无视它那第二种呢，我们用了这种笔刀的方式。就是你转角度的时候呢，你会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瑕疵，但是你把镜头这个抡印的时候，去特写这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有小小的瑕疵。那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这边还有一颗。那我们 MAD 呢，其实一直也有这种比较锋利的斜口钳，是我们自己在用，但是还没有上市。那这种比较锋利的呢，剪起来这边剪下去，这个剪起来的这个注料口几乎就会再更小一点点。那有些玩家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开无视了这样子也是 OK 的。所以光一个注料口呢，我们用了不同的斜口钳或者是不同的刀片去处理它。但无论如何，基本上不可能会完全没有痕迹。那我们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方式，你们使用这个打磨超级棒，这种是硬质的这比较硬，然后稍微看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我们这样几秒钟的时间，那个注料口已经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就都不见了。那这样子，它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600号的磨痕。那你们去市面上找这个打磨好棒棒的综合包，它里面呢就有不同的这种番数，可能它有400、600、800、1000呐。你只要这样800撸一下，然后再换一个1000号撸一下，那看起来它的质感就会比你刚刚只用刀片去除的效果更好。如果这个时候你就打算已经完工，那我们就来帮它点墨线。这个塑胶上面呢，现在是没有任何保护层，那有些很明显的沟，我们可以直接点墨线。那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珐琅系的，你记得第一个步骤一定要摇均匀，不然你点上去都是溶剂，就会很容易脆化。那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呢，就是打不开。就是我们要把它弄得很少量，非常少量。少量到什么程度呢？少量到点上去的时候，你只会凸出来一点点，放着让它去跑。像这样子凸出来一个点，我们尽量减少非常多的溶剂在这个没有保护漆的零件上。那少的地方就稍微点一下 ，OK。好，那这个凸出来的部分呢，以往我们就是用 S20去把它擦掉。那这个打火机它的这个溶解力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它对这个塑胶的溶解力也会比较差，你就比较不用担心被打火机洗到这个脆化。那当然你的量也是不能太多。这个用法，如果你把它倒在碟子里面，它会一直挥发掉。所以你就只要准备一个棉花棒，然后倒一点点上来，然后让这个棉花棒上面有这个打火机，然后这样轻轻的擦一下。你看，有人说你点墨线的时候会裂开，没有错。如果塑胶没有任何的保护，可是如果你是用非常少量的这个墨线液，跟用这个打火机轻轻的去除，它就可以非常轻松干净，然后在没有任何喷漆的状况下，呈现出立体感。大家不要看钳处理这么简单，其实我们已经教完大家几招了。第一招是什么呢？斜口钳剪下去，然后开无视。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斜口钳剪下去，留一点点，用刀片修到快没有了，再开无视。那第三招呢，我们就是用更好的斜口钳，例如说你可以去买神之手，然后开无视，这样就3招。无视法就有3种程度，你不要小看这3种程度，它在细看的时候，它是有非常微妙的差异。然后第4种，你看我们已经教你快速的处理这个表面，让它干净利落帅气。然后呢，马上你看我们第5招就教你点墨线，然后用打火机擦掉，就会这样帅气利落。短短几句话就教了这么多 know how 给你们 ，free 的 ，no money 呢 ，I am no money 。好，那如果你想要更帅一点然后想要挑战自己未来要上色的话，有一些这种衔接面呢，这个是很难点墨线的。那未来如果你要上色，上完色这里又容易堆积一些漆，点起来墨线会晕开，会很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教一些非常基础的。第一种刻线加深的方法我们就用这种刻针。
刻针它是圆的，好，你就放轻松，好像自己拿一个自动铅笔在帮这个零件画线。那当然，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画线，你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把这个钩慢慢的刻深一点，好，那你慢慢的，你看针的这个附近呢，就会叫这个塑胶的屑屑，到时候点墨线呢就会很好点。好，这种就是第一种刻线方式。如果你很年轻就看不清楚，你可能是近视；如果你40、50岁还是看不清楚，哦，那麻烦你要换一些老花眼镜。像我刚才就很吃力，虽然我现在长得很帅，但是我已经40、50岁了，所以还是要戴老花眼镜。好，那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就选择使用这种叉0.1的雕刻刀，然后一样靠着这个边。大家记得第一刀的时候一定都是很轻的，你轻轻的，它其实真的它就已经把东西刻起来了。你们看我把刀子移开。这里，你看我们这里这么轻的去摸这个零件，它这个屑屑就起来了，所以叉非常的锐利，大家轻轻的使用。那你大概重复个4、5次，或者是6、7次，最多不用超过10次，这条线已经会非常明显。所以大家看这个沟槽，它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到时候做点墨线的动作会非常的轻松。各位看到呢，现在是0.5的刻线刀，有时候这种非常短的刻线我们其实可以用压的，不一定要用刻的，因为你用刻的这么短，如果你不想超过了，不想补，你可以直接选择全尺寸，0.1到1点几全部都买，甚至2点几、3点几，那你只要稍微这样挑一下，在镜头里面我跟你讲几乎看不到东西了，但是你这样压一压，这里就会有一条沟，再刮一下毛边。那刚刚我是用0.5，现在我换成0.8。好，0.8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嘟下去的位置，宽度是完全跟它刚刚好的，所以原则上我的刀具尺寸是全倍的。如果你没有也没关系，你就用衔接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好，那我们这里在里面嘟完，旁边再嘟一下，就可以拿出一条塑胶丝，你看在刀子上面，所以我们刚才嘟这个动作呢，我就是把那个线拿起来。好，那我们都嘟完刻完大家看一下点上去的感觉，一点上去它就整条就线段就跑完了，这个就会很顺畅，而且等一下你棉花棒去插的时候，一定不会把它擦掉，因为它已经在你嘟跟刻的这个沟里面。那这是刚刚的这个打火机油它还有一点残余，还没挥发完，你可以先擦第一次，那没有的我们再用第二次。好，那刚刚很简单的一些刻线呢，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逻辑在里面的。一开始我们用的是针，我们第6招教你用针，针刻出去呢，它是三角形的，那你刻的越深，你一直往下刻，那它最后就是会是一个 V 型槽，那这个针的这个 V 型槽已经足够让你这个墨线有轨迹。可是如果你比较讲究的呢，为什么我们用刻线刀？因为刻线刀刻下去，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形去刻，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正确的装甲间隙，就是我们装甲之间的接缝。像你车门，大部分可能你去打开来看，它其实是宽宽的一个方方的东西。那这个细节就看你讲不讲究。其实如果你只是做数组收藏，刻针跑一跑，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厉害了。那当然，刻针它是有滑出去或者是跑掉的这个风险。如果你没有要上色其实你可以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要上色，你就可以让你的作品更精进、更精湛。刚刚最后一个我们第6招是针，第7招是刀，第8招是铲刀，就是把宽的这个刀当成铲的，铲成 V 字形勾起来，这样短的刻线你就不用在那刻得要死要活。虽然这一集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像轻松的在闲聊，可是你已经学了8、9个招式了。接下来呢，这一次它 NGSD 因为它有骨架，所以你看它这个大腿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它这个骨架这里会打开，然后缩起来，有没有？
像这种裂甲的感觉就很帅。那它下面这里就全部都是密闭，我们教大家来怎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裂甲。那我们这里准备了2种不同厚度的胶棒，好，这个胶棒呢，好，它的作用绝对超过你的想象。不要看它这个，哦，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好，简单的胶棒它就可以让你做非常夸张的改造。首先呢，我们把这一块小腿肚拿起来，那拿起来的时候，好，你想象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装到底，好，它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已经镂空裂甲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感觉做出来？就是在这个上面，好，在这个卡榫的上面，我们做一个干涉。例如说，做一个1mm 的干涉，那它就装不到底，装不到底，你就会有一个1mm 的裂甲。好，那你就随便裁好一小段。这时候我们把这个1mm 的干涉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你用这个滤盖稍微点一下。移过来，现在你的这个装甲，因为这个干涉，你就没有办法装到底。那没有办法装到底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好，似乎是开甲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非常简单，好，非常快速，就做出了一个装甲爆开。再来呢，我们来教大家做一个短裂甲。那这个短裂甲呢，你就需要有一个保护的这个措施，就是用这个刻线胶带，好，剪下来。那我想要做的短裂甲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先找一个东西，先把它保护起来，把这一条线保护起来。那保护起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刻线刀，其实什么尺寸都可以。看你要做多宽的，不要刻很长哦，刻越长，这个裂甲就会越长。这个只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而已。好，你刻个4、5刀以后呢，就可以拿斜口钳，直接在这里，这里是一条直线，我们直接跟它平行，平行听得懂吧？就剪掉。好，这里我们又要讲到一个应力了。它为什么这里自己会分开？因为应力就会发生在结构最脆弱的位置。我们刚才给它的这条线，你一剪下去，它就会直接从这里分离，你不用刻到底。好，那我们把它轻轻的往后，好，露出来一点点以后呢，再用这把斜口钳剪这个方向。好，那这里你看这样就拿掉了。那你再用这个砂棒轻轻的磨一下，这边也轻轻的磨一下。好，把这个胶带拿走。这时候你再把它套回去这个装甲的时候啊，你的下半部就跟它的大腿一样，有一个这个开口的裂甲，哦，非常的轻松。你看，我们花短短的几分钟，就做出了非常多的一个大口，然后一个这种 T 字形的裂甲。所以各位今天可以看到我完全没有用到任何修补的东西，包含瞬间胶啊，然后即使你后面不上色，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刻线加深、墨线裂甲，最后可能喷个消光，那就很帅。那这就是完全不喷漆的做法。那其实有多少工具，你就可以玩多少东西嘛。那你买回来有个斜口钳，有个刀片束住起来也很帅。你想要它更帅，用个砂纸，用个砂棒让它处理一下。你想要增加一点这种立体感，用个墨线，加这个打火机油。那接下来就是晋级挑战。事实上，它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技巧，就是画线。画线就是画坏1、2台就会了。那初学者可以干嘛？你可以把零件搬到背面，用背面来练习。等你都非常熟练的时候，你再开始做正面。最后了，即便我们这种已经刻过几万条线的老师们，
也会有出彩的一天。一旦出彩，我们磕出去就要补的就要上色，所以一旦你要练磕线哦，要三思哦。那没有要磕线，你玩前面也没关系。那再来呢？你看我们用了很简单的方法，不管是用剪或者是用胶条，就做了一个裂甲的一个这个视觉效果。其实还有很多种方法，那就看各位怎么玩。我们也期待说，你们吸收了这一集以后呢，可以玩出更多种更厉害的 NGSD 字。那这一盒呢，我们就正式要交接给这个阿志，让他来挑战，是不是做的比这个和会还帅？他现在做的跟和会一样，已经是他的这个康展，正常就要做成这样。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做的比这个和会还帅才给过。刚刚门都关着，我们讲什么阿志都没听到。现在把他叫出来，阿志，你来看一下。我跟你讲，你现在挑战我们5星了，对，大师了，还没，现在6岁了。以前我很希望你做的跟和会一样，对，现在的要求比这个再高一点点就好，高一点点，就比和会再帅一点。全部白的，全部白的，为什么全部白的很帅？没有，就那个灰色的未启动动态，那样子不帅。想要忽悠我，想要糊弄观众。我们现在10万订阅，你敢这样一次欺骗10万个人，有没有？我们现在讲出来就做到。他有那个10万，至少有5万喜欢未启动配色。真的假的？大家留言，只要有超过5万个留言，我就让你喷全灰的。那如果没有超过5万个留言我这次要逼你挑战什么，你知道吗？挑战什么？最前面的这个什么？剪汤口啦，打磨啦，刻线加深啦，补收缩啦，无缝啦，我要叫你做一点裂甲，一点点裂甲，对，裂甲。然后最基础的底色，底色然后再来主色，对，高光，阴影，还有褪色，还有斑驳，褪色不行，因为它有一个那个电子涂层，所以它不会褪色。它会褪色？不会的。会吗？它的电子涂层是在这个它的壳外面，可是这个壳外面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才从地球打到宇宙都不会褪色。不会的。会。这个为什么会褪色？反正你就是要和会错了，反正你就是要做的比和会还帅啊！那我们大家就敬请期待阿志的表现。See you。拜拜。接下来下去。接下来了。好了，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受伤老人家。我们整个频道的现在新品全部都交给你。是。这样可以吧？可以的。他说，所以。他不是录完。这台 NGSD 真的很帅，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肩膀也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裂甲的方式，然后呢。刚刚这个小腿的侧面还有这个上面的小腿肚，以及这个正面的裙角，还有这个膝盖，我们都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镂空裂甲。那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那至于实际要怎么裂它还可以裂得更夸张，甚至是开甲都可以让各位尽情的去发挥。如果你对这个制作模型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内容，可以去我们这个下方资讯栏。然后参考一下这个乔老师的课程跟 MAD 的课程，然后你一定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跟技巧。我们下次见喽，拜拜。